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楚辞》。后王家树，徐来伏羲。为国家之富足繁茂自己，为国家之强大奉献自己，永世不移。我们都像橘树，深固难洗，更以志息。反正我这辈子不会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16年9月，中国贵州大窝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能探索宇宙100亿光年外的微弱信号。你说过，要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的人，把这些星星看清楚。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话。我就是小时候的你。我读过《楚辞》，我喜欢里面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中国天眼就是求索的眼睛。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路依然漫漫修远。这是全写的诗，你说他爱不爱看星星？他对星空、对宇宙一定十分好奇。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楚国。白天光明，夜晚黑暗，是谁在安排这一切？明明暗暗，为是何为？你是谁？我呀，我是长大后的你。小时候，我不断地提这些问题，后来，我把这些问题全写进了《天问》。你向天发问，有答案了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喜欢这句话。白天光明，夜晚黑暗，是谁在安排这一切？明明暗暗，为是何为？青天那么高，谁能度量它？远则九重，疏影多知。我提出了关于宇宙的疑问，我用一生在寻找答案。找到答案了吗？宇宙无穷，求索也无穷。中国天眼就是我们留给后人寻找答案的眼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跨越了2000多年的发问，这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求索。
屈原曾脚踏华夏大地，仰望苍穹，发出天问。这经世之问，和《离骚》《九歌》《橘颂》等诗作一起汇成《楚辞》。作为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和《诗经》一同奠定中国诗歌发展的基础。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楚辞》。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在奔涌不息的中华千年文脉中，《楚辞》从上古走来，构筑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这部词赋之宗，为何拥有着跨越千年时光的力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屈原和《楚辞》，与3位读书人一同品读典籍。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老师们好，欢迎各位。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咱们看到少年男人东说他喜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相信这一句啊，也是大多数人在《离骚》中最喜欢的一句话。从《天问》到《离骚》。屈原的这种求索精神贯穿在《楚辞》里，也影响了这此后的2000多年。哎呀，佳宁所言甚是啊！开场戏我特别震撼，我觉得吧，南仁东和屈原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天问。岁古之初，随传道直，渊则九重，孰应夺之？所以，我们对宇宙奥秘的好奇与探索啊，在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中，可谓从未间断呐。是的，天问作为《楚辞》中仅次于《离骚》的第2大的长篇，它全诗有370多句，170多个问题，问天、问地、问人。天就是宇宙天际，地就是大地万物，人就是人类社会。屈原大胆探索的求知精神，都蕴含在了这一个个的追问当中，气势磅礴，发人深思。在《楚辞》里面，屈原所作的名句，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多啊。那说到屈原笔下的名句，那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写到独立精神，渔父里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比如写永恒的价值啊，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像长太息一点涕兮，爱民生之多见，则充满了悲悯的情怀。另外，比如以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矢志不移的家国情怀。是的，在我手里拿的这部书呢，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这是宋刻本的影印版。在目录当中，咱们能看到朱熹是将屈原所作的25篇收录进了前5卷，但实际上这部书还有宋玉等人的作品。《楚辞》可以理解为楚人之歌。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题为《楚辞》，这个名词就逐渐变成了以屈原骚体作品为核心的一个专门称号。楚辞大多是书楚语作楚生，记楚地，明楚物，用充满浪漫主义的风格来咏物叙事，而且强调民生关怀和个人修养。楚辞中除了像《离骚》《天问》这些名篇，其实还有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九歌》11篇，还有像包括《橘颂》《思美人》等在内的9章的9篇。
也有宋玉的名作《九变》，开篇说“悲在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所以后人称宋玉叫千古悲秋之祖啊。后世的文人作家几乎没有不读《楚辞》的。宋朝大文豪苏轼曾说：“吾闻终其身，起目而不能及万一者，为屈指一人耳。”并评价《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啊。鲁迅认为，《楚辞》对后来文章的影响，甚至可能在《诗经》之上。他评价说：“楚辞其言甚长，其诗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迷。”是的，屈原在中国文坛上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一地位。对，屈原出生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家庭，可能从小呢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啊。他在《橘颂》一篇中，以他生长之地盛产的橘子来做自我比喻，表达了他早年既有的远大志向。他立志要辅佐楚怀王，要做一个贤能之士啊，悲叹民生不息，终生为了追求美政的理想，强大楚国而探索。可叹的是，屈原在楚国败落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身上是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这从端午风俗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熟悉的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老百姓怕他被江中的鱼吃掉，所以用饭团投下去，这就是粽子的前身。渔夫们去救屈原，这后来就是赛龙舟的前身。是的，关于端午节由来的说法很多。纪念屈原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一种说法。屈原的作品以及其精神内涵，是人类文化遗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2009年，中国端午节以及其节庆活动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舞台上，将会怎样演绎《楚辞》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先去点读会看看主创们是如何识读《楚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宁，谢谢各位。今天啊，将和几位一块儿为大家带来《楚辞》的故事，请几位嘉宾给观众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王洛勇，我在戏剧中饰演屈原。我是潘正念，我在戏剧中饰演楚怀王。我是典籍里的中国的总编剧张文鹏，谢谢大家。王老师，我知道您在武汉待过很长时间。对的，我们小的时候，湖北的孩子可能对于楚辞啊，对于屈原啊，会有不一样的情感。是的，他那种家国情怀、求问的那种精神，真的是太打动我了。你在《橘颂》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屈原对楚国的爱呀，哎呀，很幸运能演这么一个角色。这一点也让我们非常动容，所以总导演带着导演组以屈原起伏跌宕的一生为主线，歌颂屈原炽热的家国情怀和敢于发问的求索精神。《橘颂》当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我想请王老师、汤老师为我们大家诵读一下。后王家树，菊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依窒兮。我听到你说《橘颂》，这你读过吗？皇天厚土，孕育了这美好的橘树。这些橘树生来就适应南方的水土，禀受天命，不离故土，永世扎根在楚国的土地。先生虽然写的是橘树，但其实是告诉世人要热爱故土。走了。
我拿这个剧情，不用笑。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不是在演戏了，你真的是感受到，你把自己交给这么一个人物，哎，似乎他就带你走了。我真的仿佛是跟他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楚辞当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它真的是能给予你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建议我们全场一块儿，我们来诵读这经典的一句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我一起走进楚辞，对话屈原，从中学习上下求索的追求精神，传承独立不迁的家国情怀。你好，老板。你好，给我来咸蛋黄的，来上10个，10个，100块钱，你扫着。好，好，过去了。哎，好，慢点啊。好嘞，老李，哎，今天端午节，过来吃个粽子。啊，好。来，再添点油。这油真香啊，老板。哟，这不是撒老师吗？您好，我过来买点柑橘。那老板呢？老李，老李，哎，这儿有人买橘子。哟，您好，老板。撒老师，哎，您来买橘子了？对，你这柑橘是秭归的吗？哎，是。您过来看看，都是屈原故乡产的，甜着呢。好，来一提。好，你扫这儿。好嘞。谢谢啊！哎，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吃好再来啊！好嘞。先生，此诗
向天发问，诗情酣畅。所以这首诗名叫《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有考之？屈原晚年被流放于江南之野，汨罗江畔。那个时候的楚国已经日渐衰落，数次兵败于秦国，百姓流离失所。楚顷襄王迫于秦国的强大，与秦昭王会于楚国旧都鄢郢，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在悲愤之中，他修订了当年在汉北流放时所作的《天问》。九天之际，安放，安主。余威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榻，12焉分。你是何人？晚辈撒贝宁是来自2000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特来拜访先生。哦，对了，还给您带了您家乡产的柑橘。2000多年后，我家乡的柑橘？2000多年后，您的家乡叫秭归。秭归，您看，这就是秭归的风貌。这是谁画的？这不是画的，这是原貌，分毫不差。我们是用摄影和印刷的技术，把它印在了盒子上。哎呀，如此神奇呀！看来你真是来自后世啊！我2000多年后的故乡，风景甚美啊！2000多年后，秭归是中国的诗歌之乡，而且还是中国的脐橙之乡。可能因为您当年写的那首《橘颂》吧，给当地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请坐。谢谢先生。先生请。刚才我听到你说《橘颂》，这你读过吗？后皇家树，橘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喜。生故难徙，更宜窒息。皇天厚土，孕育了这美好的橘树。这些橘树生来就适应南方的水土，禀受天命，不离故土，永世扎根在楚国的土地。先生虽然写的是橘树，但其实是告诉世人要热爱故土。这样吧，两位先生，尝一尝这2000多年后家乡的柑橘吧。好，来，来，您尝尝。家乡的柑橘，甜，好像比我小时候吃的更甜。真是要谢谢你啊，撒君。我们要谢谢您才对，要不是先生，我们后世哪能读得到如此文采绚烂的楚辞啊？楚辞？哦，对了，忘了告诉您，楚辞就是由您开创的诗歌题材啊。您的《离骚》《天问》《九歌》，这都是楚辞当中的经典作品啊。楚辞主要是以您和您弟子的诗作为核心。哦，这位宋玉先生，您写的《九变》，在楚辞当中那也是相当有名。感恩先生教诲，宋玉还需勤学。先生，
我与你很投缘呐。哎，你是哪里人呐？先生，晚辈生于荆楚之地，算是您2000多年后的小同乡。哦，小同乡啊，正是。你来寻我，所谓何事啊？晚辈特来拜访先生，是想请教，先生是如何写出如此绚烂的诗章？您就先给我们讲讲《橘颂》吧。《橘颂》是从我生命中萌发出的一篇诗歌，对楚国的热爱伴随着我的成长。屈原，我这个真酸，我这个甜。父亲让我到兰台，跟宗族子弟交朋友，我给他们带橘子，他们都还躲着我。你祖父是楚国大王，你是王孙，他们顾及你的身份，你可不能不理我，我怎会不理你？来，给你。这个真甜。祖父和我说，只有南国才有橘子吃，想吃橘子就不能离开楚国。反正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楚国，我也不会离开楚国。我的橘子，我的。屈原，把你的橘子给我，你的肯定比我的甜。王子，这都一样的橘子，到你嘴里就酸了。甜的，你手里的橘子总是甜的。你父亲做了楚国的大王，你都做王子了，还抢我的橘子吃。父王改名字叫商，为什么叫商？商巫之地的商。商巫是楚国的发祥之地，还有祖先埋葬在那里。秦国夺走了我们的商巫之地，赐给了大良造、未央。父王一定会把商巫之地拿回来的。真的？等拿回来，我让父王把商巫之地分给我。你想干嘛呀？种橘子。我赞成，这样咱俩就有吃不完的橘子了。哎，还我橘子，别跑！好，写得好，这篇橘颂写得好，一定能流传于后世，成为千古绝唱。哎，当我的三闾大夫，将这篇橘颂交授给所有的宗室子弟。好，我要教所有的人爱国家、爱人民，上下一心，收回商巫之地，强大楚国。屈原愿为大王效劳。私下，你还是我朋友。对。哎，我怀疑你的比我的还甜。那就换换呗。换。好甜。我这也很甜。我的甜。我这肯定甜。肯定是大王的甜。哎呀！拜见大王。兴。今日寡人要亲自给屈原赐三闾大夫印。大王，不可呀！屈原毫无经验，不能担此重任。大王不可，三闾大夫
因为宗族子弟楷模。对呀，屈原有何美德？屈原没有美德，那谁有美德？臣以为上官大夫之子就很合适。臣等推举上官大夫之子担任三闾大夫。若要说没有经验，那寡人也没有经验。诸位大人，是这个意思吗？臣等不敢。大王身怀美德，臣等钦佩啊！要有美德，对吧？那我就说说屈原的美德。诸位请看，这一篇是《橘颂》，正是屈原所作。我读给诸位听听。屈原，你给他们解释一下。遵命。后皇嘉树，橘来福兮。皇天厚土，孕育佳美之树，橘树生来就适应这一方水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禀受天命，不离故土，永世生在南方的楚国。身故南兮，更依志兮。你扎根深厚，难以迁移，志向是那么的专一。上官大夫，臣在。诸位大人，你们听懂了吗？大王啊，这不过就是一篇诗歌嘛。这何止是一篇诗歌？哼！屈原，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是大王。这是楚人的立身之本。橘树生于南国，如我等生在楚国一般。既然生在这里，就应像橘树扎根热土，为国家之富足繁茂自己，为国家之强大奉献自己。这不仅是宗族子弟应该有的美德，更应是天下楚人都应该有的美德啊！爱家国是人人应具有的美德。寡人愿做一棵橘树。屈原愿做一棵橘树，扎根故土，爱我家国。臣等愿做橘树，扎根故土，爱我家国。来人，赐印。谢大王。屈原接印。今日起，屈原便是我楚国的三闾大夫。此后，我做三闾大夫10年。10年树木，这些橘树在您的培育下，都已经蔚然成林了。但在这10年间，大王未能收复商巫之地，任用我为左徒，为楚国制定新法，立志图强。据后世史书的记载，您任左徒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我为大王制定国策，明法度，举贤能，重农耕，禁朋党。对内改善民生，增强军备；对外交好诸国，促成合纵。有请诸国使臣。在下魏国使臣，在下赵国使臣，在下韩国使臣，在下燕国使臣，愿与楚国联合抗秦。感谢诸国信任，此次伐秦，齐国拒而不前，我楚国愿与诸国合纵抗秦。诸国合议，结成合纵联盟，奉大王为合纵之长。臣等拜见纵长。即日起，合纵联盟，共同伐秦。纵长为我，纵长为我，纵长为我，纵长为我。这次合纵联盟，楚国在诸侯当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我好像都看见，您和楚怀王心里的橘树都开花了。那时，我也觉得，橘树开了花，就一定会结果。现在想来，我真是太年轻了。联盟大军打到函谷关，秦人出关死战，联军损兵折将。这时候，魏国和楚国却向秦国求和，于是五国纷纷退兵。轰轰烈烈的合纵联盟就这样瓦解了。作为合纵之长，楚国在诸国面前威仪尽失，又面临来自秦国的压力，于是就不得不与齐国联盟。而楚国国内的贵族又不愿意接受更多的改革，在内外交困中，大王的态度变了。大王，大王，大王，燕王哙让齐王杀死了。当真？千真万确。燕王哙让相国子之代行王权，推行改革，却招致大乱。齐宣王趁机发兵，攻破了燕国。大王啊，我楚国不可不慎。你是说，我推行的改革，让那些贵族们也产生了不满？大王英明，贵族确有不满，但不是对大王，是对屈原。对屈原不满？对，大王让屈原制定新法，他逢人便讲，啊，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起草得了。哎，这不明明和大王争功吗？啊，而且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遇到贵族有意见，他又把责任推给了大王。像这种揽功推过，必然招致大家的不满呐。大王啊，如果贵族因为怨恨屈原，转而怨恨大王，
那我楚国为你呀！上官大夫以为应当如何？当下局势，对内，屈原招致贵族不满，应当疏远屈原，团结贵族；对外，齐国灭了燕国，招致诸侯不满，不能再与齐国联盟，而应该交好秦国。那就。 大王，那就叫屈原不要做总督了，还做他的三闾大夫吧。哎呦，大王英明啊！听闻我被罢免左徒之职，秦国看见了离间齐楚联盟的机会。 于是派张仪出使楚国。他是战国时期一个著名的纵横家，善于谋略，巧舌如簧。他在出使楚国期间，撒了一个在历史上很著名的弥天大谎。张仪向大王承诺，秦国愿意归还600里商巫之地与我楚国交好。你要知道。 收回600里商巫之地是几代楚王的梦想。他知道楚国无法抵抗这个诱惑。恭喜大王收回商巫之地！这可是我楚国大喜之事。 恭喜，恭喜！张仪大夫是我楚国的功臣，诸位要感谢张仪大夫。谢张仪大夫。大王不可！大王不可呀！不可，大王！大王。 你万万不可接受他的条件。屈原，你失礼了。大王，张仪，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来坑害我楚国？陈轸，你哭什么？我为楚国哭，我为大王哭啊！ 陈轸，你这是在咒大王吗？长官，住口！屈原、陈轸，你们闹什么？大王的祖父，我宣王为商巫之地郁郁而亡；大王的父王，我威王为商巫之地更名为商。今。 我楚国与齐国联盟，张仪用几代楚王心心念念的商巫之地做诱饵，妄图骗我楚国与齐国断交。大王，你不能轻信他呀！张仪，你以为楚国上上下下就没有人清醒了吗？屈原，你这是说大王昏聩吗？你住口！住口！ 大王，秦国归还我600里商巫之地，我不应该收回吗？收复商巫之地要联齐伐秦，大王万万不可相信他的谎言呐！大王，我秦国对楚国情真意切，我张仪愿意身家性命担保。只要大王与齐国断交，我秦国会立刻将600里商巫之地双手奉上。张仪，你这个奸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楚国？喂，屈原，你要害我秦楚两国开战啊！上官大夫，我问你，你到底收了张仪什么好处？你要帮着张仪来坑害楚国？我问你，齐国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为什么阻挠大王收复商务之地？胡说！住口！大王，请听我的一句劝，这真是秦国的一个陷阱啊！够了，屈原，你要还认我这个大王，就不要再说了。我没能劝阻大王，有愧于先祖，有愧于国家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据后世史书的记载，这个张仪果然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好的600里商巫之地，最后变成了6里地，可想而知楚怀王的暴怒。所以紧接着楚怀王发动了丹阳之战、蓝田之战。可惜啊，无数的楚国将士捐躯茫茫荒野，汉中各郡县都被夺走。韩魏两国趁机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四面受敌，有亡国的危险。我主动请缨出使齐国，终于使得齐楚两国再次和好，欲再次联盟。但是秦国还是担心，一旦齐楚联盟，必将共同伐秦，所以秦国又提出说，把汉中一半的土地赠予楚国，向楚国求和。结果您还没从齐国回楚国，楚怀王又一次听信谗言，放弃了和齐国的和好，倒向秦国。我满怀希望地回到楚国，后来却被流放到汉北。汉北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心中的菊林被战火吞噬，我热爱的芳草被兵车践踏，我的楚国变成了这个样子。老人家，这些百姓是要去哪儿啊？逃！那您为什么没走啊？走。我生在这里，我的祖上家人都埋在这里，我就是死，我也得死在这块土地上，陪着他。只是等到我死的时候，不知道谁来把我埋葬。老人家，屈原愧对百姓啊！屈原，你就是那个被刘奉的三闾大夫？正是，晚辈。听说你要让楚国强大，你做到了。没有做到。你们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护好百姓呢？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长太息，一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你们是哪里来的士兵啊？我们是守卫前线的士兵。大人，从何处来啊？殷都。可是带来好消息。屈原惭愧啊！屈原？是做过左徒的屈原大人吗？正是彼人。我们不是与秦国修好吗？为何秦
就来打我们。对呀，大人，我们为什么不与齐国联盟啊？我无地自容，有愧将士们。请大人放心，我们不会后退一步，誓与家国共存亡。前方的将士们作战时，还高唱着您写的《橘颂》。后皇家书，举来伏羲，受命不坚，生难国兮，身故难徙，更宜致信。后皇家书，举来伏羲，受命不坚，生难国兮，身故难徙，更宜致信。后皇家书。举来伏羲，受命不坚，生难国兮，身故难徙，更宜致信。先生被流放汉北，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彷徨。楚国遭遇的苦难，铭刻在我的心中。后来，秦王要求楚怀王去秦会盟，迫于秦国的压力，楚怀王不得不去。是啊，可他就是这么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自幼时，他就是我的朋友。他和我一样，也最爱吃橘子。这橘子不错，甜吗？我还没吃呢。甜。来一个。我看你手里那个更甜。换换。换。哎，我怀疑你的比我的还甜。那就换。真甜。我很久没吃到这么甜的橘子了。多吃点。每次吃橘子，我都会想起我们小时候。我们刚见面的时候，有这么高吗？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我的橘子，我的。屈原，把你的橘子给我，你的肯定比我的甜。
看你头发都白了，你也白了。当年把你从汉北召回来，本想和你一起强大楚国，没想到到最后还是离开楚国，到秦国会盟。我劝你别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举生南国，深谷难洗。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到最后没有回到我楚国的土地。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劝你留在楚国。每次吃橘子，我都会想起你写的橘颂。后皇家属，举来福兮，寿命不坚，生南国兮。孤难兮，更以窒息。走了。我拿走一个橘子，不用送我，你多吃一点。好听，我这两天肯定是大王的天。深难兮，更以窒息。你扎根深厚，难以迁移，志向是那么的专一。
刚才的这段戏剧看得我是热泪盈眶的，包括我看到几位老师，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在擦眼泪。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橘子这个意象贯穿了刚才这段戏剧的始终。我刚才看得特别感动，这个橘子最核心的意象，不只是他和楚怀王共同成长经历的一个见证，而且它是屈原对那片土地。对那片土地上人民的一种情感的隐喻，而且也是他对自身的一种期许。没错，居颂是我们古代最早的一首咏物诗，它是开创了咏物言志的诗歌的先河。居颂应该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那么《离骚》就是屈原作品的灵魂诗篇，全篇370多句。近2500字，这篇诗歌呢可以分为3大部分。上半部分是屈原自叙生平，第二部分呢求教先贤，去寻找自己理想的对象，最后尾声部分发出了他的呼唤。希望通过《离骚》的这个篇章，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领悟到屈原这种情怀。我们继续往下看戏剧。先生的一篇橘颂，讲得人热泪盈眶。您让我们明白，做人应当志存高洁，热爱家国。谢谢先生。在《楚辞》当中，还有先生的另一篇名作《离骚》。你也读过《离骚》？《离骚》的开篇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先父字伯庸。父亲，父亲，父亲，父亲！我们是楚国王族的后人。你是在庚寅日那天降生的。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天，父亲给我取了美好的名字。我为你取了名，叫正则。愿你守正而重法度。我为你取了个字，叫灵均。愿你良善而公平。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志存高洁，满怀忠诚。高洁忠诚的人，要为国家奉献自己。请父亲教我。称齐骑以驰骋兮，来吾导服先路。您是说，乘上千里马，纵横驰骋，您在前面引导开路，我跟随您的脚步。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唐尧虞舜，光明正直，他们沿着正道踏上坦途。是啊，向古代的圣贤学习啊！谢父亲。先生在《离骚》中提到了我华夏民族诸多先贤。我是把心中的理想和愿望说给上古的先贤们听啊。
屈原拜见虞舜。我哀民生之多艰，想向先贤求教天下大道。治理天下之道，应该任用贤能。您所用贤臣，不胜枚举。高尧担任大礼，伯夷主持礼仪，羿主管山泽，契主管农业，尤其是大禹，他的功劳最大吧？对，于天下有大功者，方能承续天下大道。感佩大禹。屈原拜见大禹。我为黎民苍生，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为黎民造福，是我理解的天下大道。谢谢您，您的话让我想起了商汤。屈原拜见商汤。天道之德，集于禽兽；君王之德，集于黎民。上天的好生之德，就连飞禽走兽都应被爱惜。君王的德行，应惠及每一位百姓才是啊！能做到这些的人，方能承续天下大道。听您说到这话，我想起了周文王。屈原拜见周文王。昔日，您求困有礼，推演天下大道。可屈原想知道，何为天下大道？上天对一切都公正无私，见有德之人便给予扶持。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谢文王，谢诸位先贤。我会铭记诸位先贤的话，并把它们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夫为圣者，以貌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只有德行高尚，才能治理天下的土地。按照心中所愿，去追寻大道吧。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追寻大道的路，总是艰难而漫长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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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求问先贤，您在《离骚》当中还上天入地，见了很多人。您的这篇《离骚》啊，文采之华丽，想象之丰富，情感之真挚，灿烁古今，叹为观止，成为了楚辞当中最具盛名的代表之作，堪称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过誉了。但是，您在《离骚》的最后这样写道：“既莫足以为美正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我们在后世
每每读到此处，总会潸然泪下。辛大夫，彭贤是我人生的楷模，我对他是十分的倾慕，我可以用生命去追随。屈原。彭贤大夫，彭贤大夫，彭贤大夫，真是你！我是楚大夫屈原，拜见彭贤大夫。这么多年来，我多次在梦中见到您呐。我以忠言劝谏君王，而他不能采纳，我因此被放逐来到这里。我想请教您，一定要坚持高洁，哪怕是落到这样被放逐的下场吗？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怎么能因世间泛起浊流，就同流合污呢？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对，不能让洁白的身体被尘埃沾染。我宁可跳进江流，葬身鱼腹。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乘其迹以驰骋兮，来吾岛夫先路。彭贤大夫，若我不能实现愿望和理想，我愿以生命追随您的步伐。贤大夫，先生，当年《离骚》我写完了最后一行，放下笔，我就放下了生死了。所以您在天问里一连发出了170多个气势恢宏的提问，上溯亘古之初，直至楚国当下，追问宇宙本源，
自然天道。您对天道的叩问，是生命的更高追求。我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可有些问题在我的心里也没有答案。敢于发问的勇气，勇于求索的精神，有时候比答案更珍贵。先生，遇一知己，难得呀！先生，你想不想随我到后世去看一看《楚辞》的流传？带路，请。历经几度寒暑，《楚辞》终于编订完成了。此为何人？先生生活的这个时代，后世称为战国。200多年后，西汉文学家刘向搜集了宁和弟子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订《楚辞》。在刘向手中，《楚辞》首度成书。啊，用心了。曲屏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信酣落笔，遥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此人是谁？此人名叫李白。在您之后900多年，华夏大地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极度繁盛的大一统时代，称为唐朝。唐诗是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而李白是唐代诗人当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极为敬仰您的飘逸文风，也承袭了您的浪漫风格，后世称之诗仙。此人诗情酣畅，是有仙人的风骨。屈原的《天问》启迪了中国人对宇宙的想象和追问。萨君，此人是谁？这是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叫南仁东。他主持建造了中国天眼，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能搜集到来自宇宙当中极其微弱的脉冲星信号，是目前地球上最灵敏的望远镜。地球，我们后世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颗星星，它不过是广袤宇宙当中亿万烈星之一，叫地球。3、2、1，点火！点火！70120415分15秒。2020年7月23号中午12时41分，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发射升空。这为何物？这是用您的诗篇《天问》命名的中国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2020年7月23日发射成功以后，它历经了将近1年的太空飞行，飞到了火星。火星探测器祝融号降落在火星表面，为我们传来了照片。火星就是古人说的荧惑星。这就是荧惑星。正是。祝融
是我的先祖啊！萨君，知道这些，我很激动。不过先生，您别着急，稍后您要看到的事情，可能会让您更激动。请。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12号载人飞船，神舟2个字的寓意是神奇的天河之舟，当然也是华夏神舟的谐音。中国的载人飞船以此命名。在这个时代，中国人的脚步可以走出地球，进入广袤的太空了。了不起呀！了不起呀！下午15时54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天河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顺利地进驻天河核心舱。我是太空家园天河1号核心舱，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感谢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再见。这是飞上天的人，我们叫他们航天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看到了最浪漫的诗，我把诗写在竹简上。他们把诗写在宇宙中。2000多年了，先生的诗篇，激励和启迪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求索精神。我们相信，只要求索不息，我们的脚步还能走得更远。萨君。感谢你带我看了这些，先生，我们要感谢您给后世留下不朽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哈哈哈哈哈！萨君，先生。
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他们3个在太空中，心情实难平复啊。2000年前是仰望求索，而如今中国航天探星揽月、逐梦空间站，我们一直都是非常坚定地走在向太空前进的长征上。这个佳宁说的是啊，尤其最后，当那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这个声音回荡在寰宇之间的时候，内心无比激动啊。一方面觉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天野、天问1号、祝融号、神舟12号这种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在被一代代的中国人传承和践行。一直以来，我们阅读《天问》《离骚》，我们看到屈原主张建设一个以民为本的统一的法治国家，这是屈原穷尽其一生想要去求索的美好蓝图。我们要用民本思想指引实践，让求索精神创造价值。屈原和楚辞在中国这块大地上2000多年来传播影响深广，同时他又走向了世界。从唐朝开始，楚辞就走出了国门。亚洲是日本、韩国、越南；欧洲是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北美是美国。这些国家都传播了楚辞，楚辞走向世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传播的表现。时隔2000多年，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深深感慨于屈原初心未改的家国情怀和一心为民的美政之思呢？那就是因为它凝结了中国人数千年来对爱国情怀那种浓烈的情感与最深厚的寄托啊！今天我们品读楚辞，是在探寻古人精神和当下需求的一个连接点，去体悟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中的爱国情感。此之谓溯中华民族之源流，辟中华文脉之新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在世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学瑰宝，更是将屈原勇于探索的思想精髓和情牵百姓的这些家国情怀，镌刻在了华夏文明绵延不断的血脉之中。让我们在楚辞的品读中，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流，辟与时俱进之路径。再次感谢3位读书人与我们一同品读楚辞，我是王佳宁，下一本典籍我们再会。每天生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卤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卤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